全是大越贼子，前脚派使臣成了国书，提议联姻，后脚便急兵边境，屡屡挑衅。圣上，大越此举分明隐含着威胁之意，是在告诉我大前，若不许之以利，便要动之以兵，尽显豺狼本性。圣上，大越自太祖年间便被驱逐出我大前境外300里，多年来燕家军半数兵力驻守边关，以震慑大越。如今这平白无故的，大越何来胆量犯我边疆呢？姚大人有所不知，这边关兵力本该3年换防，如今燕氏流放，失了主帅，所在驻扎者伤亡惨重。若按旧例与通州之兵力轮防，则需大批军饷。大约定是眼见如此，才起了异心。江尚书，臣在。如果现在与大越开战，户部可以筹措多少军饷？回圣上，近3年间，怀州水患，黔州蝗灾，朝廷屡次减免税赋，所以现在正是国库空虚之时。若要兴战的话，恐是为难呐。轮防不行，开战也不行，难道就等着大越兴兵南下，犯我大前？圣上，老臣愿领兵前往边关攻换甲胄，请圣上应允。圣上，臣以为不妥。哦，为何？战事主要在兵，而兵事主要在帅。定国公久为领军，疏于兵事，对边关战况并不熟悉。且江南赈灾款贪墨一案尚未查明，国公仍是戴罪之身。若此时挂帅出征，怕难堵天下悠悠众口。张哲，你是要让我大前忍辱退让，送公主前去和亲吗？这领兵之事，事关重大，还需慎重。听卿所言，你有更好的举荐？圣上，若我大前真要与大越一战，为国计，为民计，燕穆老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哼，荒唐！圣上，勾结逆党就等同于忤逆犯上。那燕穆已流放1000里之外，哪里还有资格统帅3军呢？臣虽有过在身，但臣对大前、对圣上是忠心不二。臣愿领兵前往边关，戴罪立功，为圣上尽忠。就算是马革裹尸，也在所不辞。罢了罢了，此事朕再思虑一二，容后再议。薛远，就他那一把年纪了，被酒色掏空的身子，带兵打仗，骗鬼呢吧？这薛远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，这请战之策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呢。他手中私兵不少，若趁着这次机会带兵北上，经过几番战损之后，便可悄悄将自己的私兵纳入军队，这就成了他控制大前的筹码。这老王八果然阴招不断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今日在朝堂之上，我本想趁着这大越进犯边关的契机，迎回侯爷和燕陵，没想到这张遮也有此心，早我一步向圣上进了言。圣上答应了？圣上要是答应了，他还用得着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吗？没答应啊。那圣上不会真的让公主和亲去吧？还是说让薛远那个酒囊饭袋领兵去啊？薛家对圣上而言是豺狼，燕家在他心中又何尝不是虎豹？他费尽心思才拿回燕家的兵权，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让燕家起复的。圣心难测，这开战还是和亲，全凭他一念之间啊。夫人，您真的不去看看大姑娘吗？她那么喜欢跪，就跪着呗。夫人，其实事情未必有您想的那么严重。别家的适龄女儿不也去参选了吗？薛家总不可能谁去就害谁啊。但别家的女儿没有得罪薛家，更没有跟临淄王有私情。
闹到现在，圣上和太后都知道此事了。我辛辛苦苦教养他10几年，可不是让他去跳火坑受苦受难的呀。夫人，外面有人自称是长公主殿下，此时正在前厅。这长公主殿下好端端的，怎么跑到咱们家里来了啊？夫人不必担心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一个随从都没带，打扮的更是有些……走吧。江夫人，臣妇参见公主殿下。不知道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微服出访，夫人不必拘礼。我是来找宁宁的。哦。殿下怎么突然出宫了？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啊！二哥的婚事扯出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母后现在又不让你们进宫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，便向母后央了1天的假，出宫来玩。殿下难得出来，那我今日就当一回殿下的向导，带你好好玩一番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带银子，今日吃定你了。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，怪不得燕林以前总跟我吹嘘，原来宫外竟这般精彩。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可一入宫门才发现，竟是此生难回。是啊，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？只可惜燕林有的选择，而我……殿下。往日你瞧着我开心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。宁宁，一开始你也同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就是个爱繁华热闹、娇气跋扈的公主吧？其实我知道，我呢脾气不好，学识不好，旁人敬我畏我，但不会与我交心。只有你和燕林会同我说些真心话。如今燕林走了，二哥就快选妃成婚，二叔又弄成这样，母后与皇兄之间也是暗流涌动。我原以为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，这些事都能与我无关，可惜啊。人生在世，自然各有各的责任。殿下生而高贵，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，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，还结交过许多朋友。虽有这些烦恼，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。幸运吗？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生在帝王家，我也想离开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。殿下，你今日究竟怎么了？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才没有呢，这不是与你闲聊吗？等日后有机会，我让皇兄下旨，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。蜀中、金陵，还有那南面海上，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。那可一定要叫上燕林。对，到那时候，燕林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，配宝剑，穿金甲，护送你我二人离开京城，一辈子也不回来。好。殿下，是时候该回宫了。
不是准了我1日吗？怎么时辰还未到呢？天色已暗，圣上与太后娘娘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。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，我等在此护卫殿下周全。不必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是。宁宁，我先回去了。最近宫里事多，你便不要入宫来了。殿下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一切安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。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叔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悦，和亲。他会死的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先生，啊，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
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，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拒大越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帆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启帆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来，人多眼杂。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霄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帆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啊？事情之中，一二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；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，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我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